哈，因为刚刚问了一个很玄的问题哈，说我们吃东西啊，是要体会，因为我们吃进去了营养跟暗物质啊，现在很流行这个暗物质，吃进去要怎么样？不要想那么多，该吃什么吃什么，有基本的营养观念可以很好，有基本的什么寒热的观念可以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。但是我们无论是吃什么，还是学什么，还是什么，第一个条件，我们的身体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嘛？很多吃素的吃那个生菜啊，吃生菜，你吃生菜会快乐吗？不要告诉我你吃生菜会快乐。吃生菜会快乐，吃生的会快乐，人类就不会发明火来吃熟食了嘛。吃熟的那个香味先出来，那个颜色出来，香味出来，油滋滋的或者那个出来，我们才想吃嘛，身体才想吃嘛。所以吃东西是色香味嘛，第一个是色嘛，看到了喜欢，是不是？看到了喜欢嘛，见色欣喜啊，心生欢喜，这是第一步啊。你的身体哇，身体每个细胞都在那边啊，好想吃，好想吃。然后啊，闻到那个味道了，好高兴，好想吃。然后才是进你的嘴巴啊，那个味道是我能接受的，真好。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会准备接受这个食物，晓得吗？第一步是这个。所以不要想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，因为那些东西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得到，是由身体决定的，不是由我们的头脑决定的。听不懂？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，你看他吃的东西，他主张营养啊，吃那些东西都很营养，然后营养食品也吃，也吃很多营养，可是还是该生病还是生病啊，该早死还是早死啊？什么原因？因为他吃那些东西是头脑强迫身体吃，晓得吗？身体不高兴，你吃下去身体不高兴嘛？你的头脑跟身体在打架嘛？吃东西是身体的事情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吃东西先要让身体高兴，身体愿意接纳。所以小孩子吃东西，小孩子，哎，啊，不用，跟小孩子常常父母啊逼迫小孩子吃东西，蔬菜、菠菜很营养，你要吃，这个很营养你要吃，可是小孩子他不想吃啊，他被迫吃一个菜在里面嚼10分钟还是没咽，是不是？他身体不高兴嘛？听不懂？你看有些人吃东西，他不见得吃很多啊，我们看着也不是有完全的营养啊，可是他身体很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吃的每一个东西，他身体高兴。听不懂？这是一个现在绝大的盲点，吃东西是身体的事情，不是头脑的事情。听不懂？有时候你不想吃，为了让你太太高兴，你也吃，因为你太太高兴，你就高兴，那也可以吃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要记到这个东西啊。
啊，还有就是什么哈？啊，你不要嫌话太重啊。那种玄虚的东西啊，我们看看就好。有人这样讲，我们晓得有人谈这个东西就好了，不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生活里面要存在的一件事，它会干扰很大，它会干扰很大。好像我们认识了很多啊，宇宙是这样子啊，有明的有暗的，有暗物质，暗物质占的比例比物质世界还要大。我们知道有这个说法，不一定是真哦，说法。好，我们知道有这个说法就好了。可是我们日常生活还是生活在哪里？我们还是很简单的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，可感受的世界，我们生存的基础还是在这个上面，讲不懂？所以我们的生存基础既然是在这个上面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要在这个上面来处理。你说玄虚的东西对处理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效？你会看有些很有效啊，给你处理一个前世今生，把你前世第几世的什么问题解决掉了啊，好像你现在的问题就解决掉了，把你的童年问题解决掉了，你现在的问题就解决掉了，不需要走那么远。中国古老的话说，你生病的地方附近就有解药。这个话你们听过吗？你们听过吗？以前的中医啊，走方的中医啊，都是当地人生什么病，他就在当地找草药。因为你在当地，因为节气，因为水土，因为你吃的东西生了这个病，这附近一定有相克的药，一定有能解除这个问题的药。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物理世界的平衡的一个现象，平衡的原则。你在哪里出问题了？这附近一定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，不需要跑到长白山去买人参，不需要跑到海里面去找那个，不用。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智慧，我们没有这个智慧，我们现在的医药界也没有这个智慧，也不愿意这样子，因为没有钱赚，因为那些药都是很便宜的。那现在我们周遭也比较没有这样的药，晓得吗？你们看狗就晓得嘛，动物生了病了，它自己到山里面去找一种草嚼一嚼嘛。这是自然的智慧啊。所以解决现实的问题，不要去用玄虚的方法啊。那有些人说很有效，你去拜拜啊，你去改命啊，你去什么？我不是说那个没有效，对有些有效，可是问题是什么？你一旦解决问题的重点不放在现世，而放在一些玄虚的地方，你永远没完没了，你永远没完没了。因为那些玄的东西你看不到，无法验证，你无法掌握。如果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我们无法掌握的，我们永远不安定。这样不懂？这样不懂？因为我们发生的问题就是在现世发生的嘛，因果都是在这个时候嘛，因果都是在现世嘛，所以处理它也要在现世，处理不了怎么办？处理不了就放着嘛，等待因果的变化嘛。
这样不懂？啊，因为我不是反对，或者说我不是否定那种另外的玄虚部分的存在，我不是否定那个，我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解决自己的问题、解决自己人生问题的那个解方放到那些地方去，那心永远不会定。讲不懂？所以你们看那个成道的人、修道的人啊，什么人最容易得到简单的人？简单的人，他没有那么复杂，头脑里面没有那么复杂。简单是什么？简单就是我吃这个我就吃这个嘛，我生病我就生病嘛。啊，附近能治的我就治嘛，治不好就算了嘛。越简单的人，他越能够得到什么？得到真理的启发，因为他很纯粹。如果头脑里面都是那种又是宇宙啊，又是地母啊，又是大天使啊，又是魔啊，又是神啊，啊，又是这个又是那个，头脑里面一堆这个东西，太复杂了嘛，太复杂了，离道越来越远，听不懂？所以禅宗到最后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什么？吃饭就吃饭，睡觉就睡觉。就你专注在现在嘛，你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你现在发生的这个时刻、这个环境，在这一届发生的嘛。你吃饭就吃现在的饭，你睡觉就躺下去，你就睡现在的觉就好了嘛。听不懂？所以他最后讲这个话，禅宗到最后讲这个话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。不要想那么多，晓得吗？修炼就是这个嘛，不要想又呼吸法又是这样吸那样吐，又是闭气多久，吸气多久，啊，又这个姿势那个姿势，这个手印那个手印，太复杂了嘛。听不懂？修道就是要回归简单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就是什么？就是宇宙的规则，大自然的规则。我们要了解它要什么？要回到简单，解决问题回到简单。所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，回到最原始的点去，回到一开始的点去，你就会发现了。听不懂？所有复杂的问题都是从一开始的简单那个点就开始错了，就开始偏了，只是没发现，没有那个心情去发现它，所以到后面发生问题了，回到最原始的点来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那边。啊，这样不懂？啊，啊。安顿自己啊，安顿身心啊，要放在自己身上，放在自己身上安顿，不要放在天上，不要放在庙里，不要放在神佛那边去。听不懂？啊，吃东西也是一样啊，回到最简单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练泡锤。